我是秦家宏，我出生在台北县的三峡一个农村的子弟，家里呢是务农，有种田，有种茶叶，所以我们也是从小就要帮忙家里做家事，带弟弟带妹妹上山去采茶，下田去插秧。这个工作我是觉得我个人是不适合做，所以我就一直跟我的父母亲建议说，我能不能到都市里面去找一份工作。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觉得说不太可行，但是我到了初中的时候，那有一次我妈就说，好，那你既然想要到台北去发展去生活的话，那我带你去台北，我们有一个亲戚在台北开矿油行。到了台北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在走路的当中看到为什么马路上有花花绿绿的那个纸在那边挥，我走进去看都是5毛钱的，我去跟他捡一捡，捡了20几块。我说我到台北来还有这么好的兆头可以捡到钱啊！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妈妈说好，那你既然向往，我再来跟我们亲戚商量。所以我毕业的当月我就到台北工作，第一次到台北生活，虽然非常的高兴，但是我有一个目标，我既然走出来了，我就一定要定居在台北，我就不想回，所以我什么苦什么忍我都可以忍。我第一天到工作岗位上，那老板问我说，你会不会骑自行车？我说会。老板说好，那你既然会骑那你给我送1桶油，做一般叫丁啊油就是矿油，那大概18公斤1桶。因为以前没有载过货以前是自己一个人骑爬上去倒掉了，那油洒掉了怎么办呢？那我自己掏腰包买28块的油送到客户那里。我那个时候就不敢再上去骑了，我用牵的走。所以我这一趟送货，别人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就会回来，我送了1个小时才回来。第一天的工作是这个工作，我记忆犹新。虽然生活很辛苦，但是我们已经决心要从乡下要到台北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有跟我爸爸妈妈讲一句话，说我宁愿去台北当膝盖，我不愿意在乡下当皇帝。我有这么一个决心。我跟我的父母亲讲说，乡下这个工作我不适合，我想要来去台北。另外来台北做客家，我都不爱在山顶做皇帝。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父母亲的心坎里。初中毕业以后，我马上就到台北，就是我黄老板这个地方来工作。那我大概在那里工作2年，差不多2年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做生意我大概也学了7、8成了，我想自己要去建立我的这个事业版图。所以我出来做生意的时候，我老板也非常支持我。一般的伙计自己出来跟老板做同样的生意一般都不但不会支持，还会打压。我的老板是支持我，支持我以后，我才回来跟我妈妈跟爸爸商量。我说，那我要自己想要去做生意那我妈妈想了想说，好了，我来跟邻居
借借看，所以他才跟我邻居一个姓刘的，他就借了5000块钱新台币。民国43年，创业之初一路兢兢业业，也曾到达几次的高峰，但就在我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遇到一个重大的事件，影响我人生的一辈子。大有巴士因为是我们几位发起人成立的，在民国57年7月2号，那个成立当初我们大概资本额才2700万左右，但是经过经营1年以后，到民国5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亏损了1000多万，所以我们所有的发起人在开会决定，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整顿，能够开源而节流。那个时候大家就决定由我来负责来这个整顿。那个时候我的职位是主任秘书，但是代总经理，我想说，既然奉大家所托要来整顿，那开始我就去看我们的保养厂，我们所有的保养厂的那个用品，我去检查起来都是旧品，充当新品，这是一大这个浪费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从交际会，我们每个月的交际会大概都超了50万到60万。再来一个，那个时候，公车有车长小姐，车长小姐会吃票，这个吃票太厉害了，怎么这么黄金路线，怎么一趟车跑回来才坐20个人、30个人，差不多大部分大概20%-30%就被吃掉了。那这样稽查起来以后，我记得我们从节流开源来以后，大概第1个月就拉得比较近，第2个月就平衡，第3个月就有赚钱。我也想说一心一意把这个公司把它做好，但是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当然这个中间就得罪了以前浑水摸鱼的这一些人，不小心也挡到人家的财路。我在大有巴士不小心挡到人家的财路以后，我是在民国59年的9月11号早上，大概7点多，我一开门就有差不多30位的武装跟便衣宪兵持搜索票来我公司办公室住家。我看他那个搜索票是写分起分子，那我当初也不知道分起分子是什么。搜索从大概8点之前搜索到差不多11点，3-4个小时以后，搜索没有东西，那就把我人押到综合我的仓库，从办公室，从场内所有的角落全部搜索，搜索到最后也没有任何违法之物品
或者是书件，那就把我带回这个台北宪兵队。我说我到底是犯什么罪？他说你不要管那么多啊，你就到我们拘留所。那这个我在台北宪兵队23天当中，我所受的苦真的是苦不堪言，因为原来我就有气喘。在台北宪兵队的地下室，那个时候9月份天气还蛮闷热的。有一天呢，下大雨，淹大水，把地下室的水都淹到这个我们膝盖。那我们就不能这个躺着睡觉，就要半蹲。所以蹲了2天的这个水牢以后，我这个气喘病复发。真的是生不如死。我9月11号被关23天以后，应该是在10月中送到木栅的供应司令部的这个看守所。送到那边去，大概也到1个多月，就侦查、出庭啊，侦查，问到最后变成说我这个买受这个军油，案发他讲这个56年到57年，刘少波跟洪伟德卖给我的油料一共有99万多公升啊，算起来我们的53家人的铁桶5000桶，结果他们的单位。军事检察官去他们单位调资料，这2个人那个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单位服务，这是第一这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因为他油库每15、30都会盘查库存，他们不但没有少，反而增加几百家人，所以证明他没有倒卖这个油库的油给我，所以在大概2个月左右，他们就判无罪。供应司令部的判决书写管辖错误，主文是刘少波、洪伟德无罪，秦家宏等等这些人是管辖错误，移转管辖到台湾警备总部。那我从那个时候移到警备总部，到了隔年的10月，我都没有开过庭，就在那里白关10个月。到了10月份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从早上开庭8点钟开庭到12点结束，那个检察官满身大汗，反而我应答如流。他问我说：“你民国56年向这个彭伟德、什么刘少波等买军油99万多公升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没有。他说：“但是这个起诉书里面是这样写。”我起诉书是这样写，判决书是0啊。那你认识不认识什么这陈荣德啦，什么这个我不认识。你是9月11号被逮捕，他9月13号出来自首，他说他有介绍油卖给你，军油卖给你。我说报告检察官，9月11号我先被逮捕，9月13号才出来自首，这算自首吗？所以那个检察官被我一反问的话，他满头大汗，他也觉得不对劲了。我说我56年买
我买了这个油水沟运的，我放在什么地方？那大有巴士57年7月才开幕，我这个油1年前买的，1年后才卖给大有巴士，你说可能吗？要用卡车运的话，要280部卡车运呢，从基隆排到台北，这么大的镇站，水给我运的，什么地方掉的？我放在哪里的？谁送给我的？或者我付多少钱出去？你都没有啊？没有，为什么我可能有这天大的这个事情所以他那个资料都是捏造出来的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检察官也是很辛苦啦，但是我不能同情他，我要为自己清白而辩驳书记官拼命的复写，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那一天那个检察官问我的笔录呢，写了29张的10行纸。那到12点的时候，检察官跟我讲说，那请你签字休息，然后回去吃饭。我说报告检察官，我不知道内容写什么，我不能签字。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我要一条一条一字一字看，以后才可以签字。下午1点半，书记官拿那个29张来给我看，我一字一字看，我说检察官，这句话不是这样子这句话要删掉，这句话应该是这样子。他说好，你删，那我自己把它删掉自己再写。我的原意是这样答复的。举例来讲，我删掉6个字增加5个字我就会写说本页删除6字，增加5字，有效字296个字我就每一张10行纸29张全部要看，有问题的全部改，所以我非常的仔细到最后99万多公升变成80大桶一桶200公升，80大概是1万多公升。到最后的判决是向不知姓名之军人买受这个80大桶的军油。原来家庭是过着非常小康的生活，过得还蛮算不错。后来某一天回家的时候，发现说爸爸怎么常常都没有，那一阵子就是常常没有回来。妈妈才有跟我讲说，爸爸可能要好几年没回来。那时候一判是7年嘛，那时候我们就生活就跟以前就截然不同。爸爸不在家里的这一段期间，我只有常常在夜里的时候看到妈妈一个人静坐在化妆台前面，然后含着眼泪，然后她只是很无奈的说，她说很多事情她一直没办法能够替爸爸所以她就觉得很难过。妈妈每天会做很多爸爸喜欢吃的菜，然后她分量会做的很多。他也是希望说爸爸能够把这些饭菜分享给他同在监狱里面的人，然后能够在里面大家互相有个照应，能够日子过好一点，这是妈妈唯一能为爸爸做的。2个月以后送到警备总部我太太是几乎每天送菜饭给我我就要把身体稍微养好一点。那在那里打官司打到1年多，有一天那个首席检察官叫韩延年他来看我，他说清如，你的案子我们从上到总司令下到传令兵，大家都知道你是冤枉的，但是你要理解，我们当
前国家的处境。我说国家处境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要反攻大陆。如果你这个案子无缘无故把你关了1、2年，你放出去，那这个宣传出来的话，我们就反攻大陆就白想了啦。我说这么严重哦，那如果是为了反攻大陆，我牺牲，那我愿意。所以我就从那个开始，我就不打官司了，我就养我的身体，我每天打羽毛球，在监听室做一些工作，做一些文书上的工作。其他的时间，我就做我3年半以后，我恢复自由以后，我要怎么样东山再起？上天这个不负苦心人，所以让我重新站起来，才有今天。在我失去自由的3年半里，我看到了许多社会的阴暗面。对我而言，这段日子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如今我可以毫不畏惧地回到当时失去自由之地，正是因为我心中光明磊落。虽然痛苦无比，但对我接下来东山再起具有重大的帮助。大概是在我民国59年开始失去自由，到民国61年的时候，我是专心意的打官司，因为我认为我是冤枉的，可是我冤枉的没有办法这个洗清我的冤狱，又心灰意冷。我就写说我怎么样子出去，我怎么样子重新站起来。那我就写我的事业计划，我写3个事业计划 Case 1 Case 2 Case 3。63年的3月10号出来的第1个礼拜，我想说我按照我 Case 1我去走走看，因为我过去的朋友、亲朋好友、客户，我应该可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跟帮忙，应该都这个人情还是应该存在。但是出乎所意料之外，我到任何地方去，大家都避而不见面，或者跟你见面就是很疏离的感觉，因为大家觉得说你这个是混取混子，是一个戴红帽的人。我跟你交往，我以后我会不会被戴上红帽子毁谍之类的？那我就想，那我 Case 1走不通，我走 Case 2。Case 2呢，我就想说，我去找我的好友，我有一些结拜兄弟在苏金坡当县长的这些议员我们都非常好，我们大家变成了拜把兄弟。我去把苏金坡找出来，他召集我们12个人，12个人一个人给我出10万块钱，大家很乐意帮我忙，我就把这个作为本钱。那个时候63年做到65年的时候，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个基础已经打好了，那我想要更上一层楼。那65年我设立益州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多钱，我自己大概占40%，
400万的40%，4416，160万。我在找我当兵的同事，他们投资40%，在我朋友这些技术啦、厂长啦，或者是一些朋友投资20%，就400万去做。所以我东山再起是从益州化工开始。其实我益州化学65年成立以后，那个时候台湾有几家做胶带的做雨衣的，都有一些用化学原料去做了，以后有一些残渣应该可以再利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循环经济是将来必走的一条路。那我再到日本去考察，的确日本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也蛮成功的，将这些废的溶剂给回收商收，回收商再处理。那我去参观了以后，觉得这个台湾应该也可以做。那台湾当初的原料不多，但是我就从日本他们的回收商那边挑成分比较好的想要到台湾来这个回收。那这个技术也是日本的一家公司跟他合作，来台湾设厂他并且供应原料给我们。我那个时候到国贸局去申请这个是原料原料申请好了货也装上船了，也进来了，进来报关报关的时候，因为这个消息走漏出去，环保人士这一些就来反对。当初报章杂志连续报了超半年，反对溶剂进来台湾。那个时候甚至于还画一条船，装了废溶剂，还有日本人站在船上。他说益州把这个废弃物运到台湾，来造成污染。我虽然是办报关，但是货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就放在仓库。这个货摆了几个月以后，那这个桶子会腐蚀腐蚀会漏出来漏出来就变成污染所以工业局就叫中油你去处理。中油拿到这个碳所商誉以后，结果他不是拿去再生去循环经济，拿去放在除槽，除槽都锈蚀了结果做废弃物处理掉，花了几千万去处理这个东西。现在算起来，民国60几年算起来，现在他50年前，我就有这个观念要做循环经济，到最后不了了之，我才去又跟别人合伙，才去做一个益珍这个处理厂，也就是废溶剂回收，就是我60几年要做的，我到80年再做，但是做了也非常成功，也替台湾的这个废溶剂回收起来再利用，也做了不少的这个事情。在民国73年，我们台湾加油站只有中油，我正好身为台北市矿油工会的理事长，站在本行我的矿油行业，我应该要来把它民营化。在民国75年的时候，我统计起来，我们台湾的车辆大概那个时候是汽车在200万辆，机车大概有300-400万辆，全台湾的加油站只有392座，有时候要排队20-30分钟，那这个又不方便，又要等，所以我在想说，配合政府的政策，
跟民间的方便，促进产业升级，所以我才大力的推广这个加油站应该要民营化。把这个新闻话题炒热了以后，正好那个时候叫新闻追击啊，记者有来找我说，你不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跟中油在新闻追击来做辩论。那到了辩论现场的时候，中油先发言，他说我们汽油是军事用品，不宜由民间来这个贩卖，没有办法控制。那设加油站又是危险物品，设一个加油站要庞大的资金，民间很难这个应付。那换我讲话的时候，我就先问：现在是战略物资，但是也是民生必需品。每一个家庭都有车子，有摩托车，有汽车。你看现在加油多么不方便，要等一次加油要等30分钟，在等的时候你引擎也不能关掉啊，耗油，还有空气污染啊，所以这样子算出来，每一年要损失200亿。隔天《中国时报》就登出来了，登出来，那表示大家很重视了。他们那个时候辩论每一个礼拜辩论一次了，第2个礼拜会公布第1个礼拜赞成跟反对的陈述。第2个礼拜公布的时候，赞成加油站开放民营有9000多封明信片，反对的只有200多封，9000多封跟200多封这不成比例啊。所以说1月行政院院会就初步就通过要开放民营，76年的6月施行细则出来，正式开放民营。开放民营以后，我们的同业大概有400家，大家来集资来做这个加油站，组织起来才成立这个全国加油站。那我首任创办人，筹备了超1年左右。我们第1个站是在三峡恩溪，第2个站在彰化，第3个站在花莲。我们陆续的把这个加油站就成立起来。那我大概做了8年，所以从76年做到84年。我84年离开全国以后，我就专心在益州化学经营。但是有很多的业界，他觉得我在全国带领的不错，希望我重新再来做加油站。85年、86年，正好工业区可以做加油站开放，所以说我再从我自己的工厂拿来申请做加油站，所以工业区做加油站呢是我第1个。那个时候很多人看到加油站他就很反感，怕危险。那因为我有国外的经验跟国内的全国加油站的经验，我知道加油站不会那么危险。那我为了要取信于所有的民众，所以我在土城加油站盖的时候，我就有想说，我要住在加油站的楼上，表示加油站是安全的。4代同堂住在加油站楼上的员工宿舍，所以大家对加油站才不会那么陌生，那么恐惧。加油站开放民营以后跟当初的公营有什么差别？第1点，服务亲切；第2点，有折价，送东西、送点券送过路费还有一个是最大的是洗车。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苏贞昌院长在当台北县县长的时候，
正好干旱期，用洗车机洗车，洗一台车大概要200公升的水，所以我跟苏县长2个人，一个拿抹布，一个提水，去我们加油站示范洗车，擦一部车子擦完才20公升，节约用水是一个示范，所以那个时候也很大的一个回响。我们也是第一家发放信用卡，以前都是用现金的，以后用信用卡，跟台新银行跟哪个银行做这个联名卡，才有签账，行之有年到现在。所以这个民营加油站呢，真的对社会服务是改变了很多的交易行为跟方便性，这个是功不可没。益州化工以后就有一个益州加油站。那益州加油站以后呢，我们还有投资益州海岸做海上加油，它也有投资生医，也有投资其他的行业。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从13年前，95年，我用远兴化工的名义去申请要做这个润滑油跟绝缘油，申请也蛮顺利的啦，免环评啦，也建造给我啦，按照准许我的建筑要去盖厂，盖到一半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在选举，选里长，有个新的姓黄的，他出来竞选，他用我这个化工厂来作为他的政见。这个化工厂将来如果做起来的话，会比车诺比核电厂爆炸还严重。它这个废水会流到石门水库，我们的石门水库的用水，桃园、台北用水会污染。他就夸大其词这样宣传，这样宣传以后，我怎么解释都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他来成立一个爱乡促进会，去经济部抗争，去立法院抗争，去桃园市政府抗争，要办说明会。我去说明会，他们就不听我的说明，还是给我停工。现在我没有办法，我就送到内政部。内政部大概从头到尾开了几次的会议，专家学者，我说明他们的专家学者进不进去。所以内政部呢是在97年的7月1号，他就发下来撤销桃园市政府给我停工的公文，不给我复工的公文。全部撤销，撤销我就可以盖了。做到民国的98年了，盖完成了，剩下要申请使用执照了。那正好台风过后，台风过后就是在我前面那里不是我基地内基地外的保护区崩钓鱼。哎呀，我们看得很危险将来会不会再下大雨再奔过来？所以我们就好意叫我们施工单位去给他做个挡土墙。他来看的时候说：“我们做挡土墙，所以用这个挡土墙再给我们停工，再停一次工。”我们跟他讲说：“这个不在基地内是基地外他也不理你。”它会影响公共安全，要给我们停工。我们在书院，我们最后
叫我们环评，我就按照要求我去做环评，我大概3个月就做完了。所以我在民国99年就让我申请到证照，使用执照，再申请环评通过，再给我证照。台风拿到证照之前，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这里的居民大家能够认同我这个不会危险，所以我4代同堂，我就搬到这里来，跟那个时候加油站一样，跟台风共存共亡。这10几年来，不但居民优先录用，居民有什么学校或者有什么福利机构，我都会支持他。附近的医院，附近的像这个804医院，我们都贡献，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还每年得到环保绩优奖、企业安全奖、公安奖，幸福企业对我们也有一些鼓励的作用。我们会继续的努力，为我们的产业，为我们的地方，为我们国家来努力。台风经过2度的停工与复工，在民国100年正式营运生产。专注品质，苛求完美，是台一蜂2大核心价值。在兼顾经济成长、环境保护的同时，致力于社会公益和福祉，尽到企业社会的责任。每当我站在2楼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这些由全体员工一点一滴努力累积的奖杯，让我更加肯定治安和环境卫生的推行是正确的选择。打造一个安全无虞的作业环境，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幸福企业。民国94年担任中华民国工业区厂商联合总会的会长，蔡总统也第1任的总统开始以后，亚太经合会要开会 APEC 在秘鲁要开会，那我就跟蔡总统建议说，那是不是派宋主席？他觉得也对啊。那确定以后，宋主席就跟蔡总统讲说，那经济方面我需要有人帮忙，所以总统就派说，秦大哥就帮忙你经济方面，就陪你去啊。第2年我们到那个越南，那越南的时候，我就有得到台商的反应。我们台商在这个东北亚、东南亚，这些台商的代表都会到越南来。台商有很多的建言，我都一一把它记起来。我记得最大的建言就是说，台商在过去在大陆了，在其他赚钱的钱要汇回来很困难，要20%的税。那我问他说，你台商在国外的钱想要回来有多少？他给我比这样，我说2000亿啊，他说不是，他说2兆。我说2兆哦，那不少了。他说美金哦，哇，30倍，哦，那更多了。我说哦，那这个数字很大，我回去一定反映。所以我回来我就跟总统反映说，台商有这么多的钱在国外，进来的手续费不要20%，
你给它降到5%以下，大家都愿意回来。那总统说这有道理哦。研究以后大概不久，他就定出一个方案：台商回流第1年8%，投资我们5大投资行业减一半变4%，第2年10%减一半变5%。按照我的建议实行，台商的资金回流虽然没有2兆美金呢，到现在的统计啊，应该有2兆8千亿的台币进来，创造我们的多少产业投资2兆多，创造我们的就业机会几十万人。所以这个就是台商对我们的建议，我们帮助他钱能够回来，对国家绝对有好处。我获聘为国策顾问以后，我大概跟我工业区厂商联合总会合并去贡献给社会。在产业界，我们反映产业新生，还替厂商解决了很多的税务问题。举例来讲，我们未分配盈余10%降到5%，这也是我建议的。这个3大投资方案也是我们建议的。工业区土地难找，所以才拉高容积奖励50%。我们连续2年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由我们工业区联合总会来办，这个就是我在当工业区联合总会跟当这个国策顾问的时间建议都受政府采纳，这个我们非常的这个荣幸，也非常的高兴。我一生的志业，不管为我公司、为我员工、为我家庭，同时也为我们产业界、为社会、为国家、为政府做了该做的努力。那我想，我这一生崎岖不平的当中，想要把它留下来。我也读过很多这一些传记或者是回忆录，每一位的回忆录我看都是成功的，但是我的回忆录是有波折的，有起伏的，有冤狱的，所以我就是这个目的才会写这3本的回忆录，进驻所有的读者都会喜欢。秦家宏的志业来自于妈妈的5000块钱。益州集团不只是一个大家的工作场合，也是所有员工的一个大家庭。我们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以益州集团创办人的名誉，用个人的力量服务于国家与社会，尽一份的心力。这就是上帝给秦家宏最好的幸福人生。